我们正式录制开始了，欢迎来到聊到没电，我是小八，坐标北京。我是球球，坐标上海。我是古斯，坐标上海。古斯已经来过我们节目2次了。是的，之前我们每一次都会提到他是我最喜欢的主播之一，做了一档音乐类的节目叫音乐园，但是音乐园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更新了。古斯，你这段时间做什么去了？说来惭愧，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真的是一个不是很有操守的人。其实我这1年也没有闲着，因为我在发扬我的另外一个新的爱好，那就是约拍。我差不多也正好是用了1年的时间，从去年4月份开始的，就逐渐的在小红书上约拍，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摄影博主吧。然后也会经常会有一些片约之类的。当然总的来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你的这个约拍事业，因为我们最近的专题都是下班之后做什么。那你上班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我猜你们可能希望能够听到一些非常有反差感的故事，比如说一个人他上班非常的忙，可能要到凌晨才下班，然后可能会用仅有的一点点时间来发扬自己的爱好之类的。但难道不是吗？这样的，我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曾经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工作很忙，非常的卷，然后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激烈。但现在不是了，因为我觉得从疫情到我家人生病之类的等等等等，我对于工作的想法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其实我在一个非常名不见经传的乙方公司是做用户体验咨询的。我找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忙我可能能在每天6点钟下班，然后7点钟到家，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可以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总的来说，我用来发展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裕的。当然你会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比如说可能是你需要加个班啊，或者是领导需要你干点什么东西啊。但对于这方面来说，可能是年龄大了吧，我觉得现在我非常的会保护自己，就我可以和领导吵架，就那些没有意义的会让我们周末去开，我可能就不去开。所以我是一个在工作中可能非常不好说话的人。那这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几年想清楚了，无论是之前做播客，还是现在玩乐拍，或者是我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我是需要充足的时间来去滋养它的。那这的前提就是我需要在工作中成为一个不好说话的人，这也是我这几年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主线吧。天哪，球球你听起来羡慕吗？非常羡慕，因为我是一个在生活中不太会 say no 的人。你在工作中特别的好说话。是的，所以这事情就会越来越多。那下一期再找古斯来聊的主题就定了，我们要向他学习一下怎么变成一个在工作中不好说话的人，这个听起来非常重要。对，好的。好呀，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古斯最近下班之后在做什么？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做小红书的约拍，球球你原来其实也是玩过摄影的，对不对？对的，我在早些年的时候，我当时是看了一本摄影书，是 Arthur Adam 一个美国风光摄影家，他拍的很多黑白的照片，我那个时候一下子就被这种光和影的这种艺术吸引了，所以我当时斥巨资买了一部单反相机。除了旅行的时候去背了这个单反相机走了很多地方以外呢，我们有几个同事还比较喜欢背拍，所以那个时候就约着他们去拍照，室外的室内的都给他们拍过，给他们出过大概2-3个写真集这样子。所以你也是拍人？对对对，因为我拍过风光，拍过人，我觉得风光更加难，就是大家看出去的风景不一样，每个人眼睛看出来的东西会感觉到不同的内涵，所以我觉得风光摄影更加难。但是呢，我觉得人的摄影更加好玩，因为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瞬间都能够给你带来震撼。古斯，你也觉得拍人比拍风景容易吗？是，一般摄影可能会有不同的题材，比如说扫街、风光、说人像、静物。首先我当时报了一个班，然后那个班，一开始其实这4个题材都会讲，然后最后就大家都会聚焦在怎么去拍人。怎么去拍人的话，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拍起来会有社交的乐趣，会有一些互动。其次的话，可能它的要求比较低，因为如果你是去拍静物的话，你大概率可能是要去做一个类似于产品摄影师
这其实要求是很高的。如果你要拍风光，那你得去那种大山大河的地方，你不能在一个普通的地方去拍。然后如果是你去拍扫街的话，你可能很容易被打击到，因为你可能在外面转了一下午，你拍出来的东西可能看起来都很垃圾。所以这几个东西可能在现在就是说摄影你只要有一台相机甚至一个手机就能够去做到的情况下，它可能没有拍人这么受欢迎，这是第一。那第二的话，我觉得现在经济行情也不好，可能大家都希望能够发展一个第二职业。那很多人就会把约拍人像作为一个第二职业，这是为什么大家包括我在内都会去尝试拍人像的原因。确实我觉得拍人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能够认识到不同的人，就不同的模特或者是拍人像的摄影师，然后也会有很多的交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吧，可能大部分人都在拍人像。是的，而且我拍人像时候，我不会让他去你站在这里站好，你怎么样的姿势，会跟他聊天，就是一起走路一起聊天，但是会有点距离的，相机一直是举着的，就拍他的那种瞬间跟你聊天啊，他看景物啊，一甩头那种感觉，就那种最自然的。他有时候看照片，哇，这张照片太赞了，怎么会能够抓得到我最好看的那个瞬间？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非常满足的，我觉得自己就成功了，对不对？是的，我觉得如果你拍照片被别人认可的时候，确实是很爽的。就我默默的准备或者是总结过一个等级，就我以前有过付费约拍，拍完大家就对方就看了一下我的照片，说谢谢老师，然后就再也没有声响了。甚至会有这种人说我拍这个照片就是为了生日的时候发出来的，结果生日的时候没有发。我当时觉得一个见习摄影师内心默默的碎了，就这种感觉。但反过来就你有过拍出来大家很满意的照片，就它有个等级。首先他发了朋友圈9宫格的图，你就觉得有点爽。其次你会发现这个朋友圈的9宫格的图，它每一张都是合集，也就是说每一张图可能里面都会有9张照片，所以9981，你就觉得非常爽。然后你再发现他把朋友圈的头像也改成了你拍的照片，特别爽。然后你又发现他把自己的小红书的照片以及自己朋友圈的背景也换成了你给他的照片，哇，你觉得宇宙无敌爽，就这样的感觉。球球，你拍的对象是男生还是女生多一点？如果是他们叫我拍的话，是女生多一点，但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是拍老人、小孩，反正就男男女女都有，就哪种感觉好就哪种，而且抓拍的时候是最好。有时候他们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个长焦，你会拉近，我觉得光线正好，表情正好的时候拍出来感觉最好。古斯拍摄的对象型男比较多一点，曾经这个账号是男生女生都有的，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纯男生的账号。这个对，我们先在节目比较靠前的位置来说一下，因为毕竟你约拍的对象和你最终的作品发布都是在现在这个小红书账号嘛，你可以先告诉大家你的小红书账号是什么。好，我的小红书账号名叫做一颗芦笋，之后球球你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对，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谢谢。目前拍的全部都是男生，原因很复杂。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喜欢男生。那第二的话，我为什么会去做拍照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曾经想当一个小红书的家居博主。球球去过我家，应该也知道我家就装修的还可以，非常不错。我就想把它拍出来，但是我想说当时我的技术拍出来的照片实在太丑了，真的是丑的没法看，所以我就专门的去网上去学了一下。那之后我就运营了一个家居号，就无人在意的家居号。现在是我觉得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我当时去发小红书就像是我做播客一样，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每一篇都很费心，然后就想憋一个大火。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流量很不好，而且小红书这样的内容通常流量就会非常不好，那你就会很受打击，然后你就会没有动力去继续拍它，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当你一直在拍家里面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种瓶颈，家里面就这点空间。看了很多家居博主，你就会发现他们永远都在拍那几个角度，因为那几个角度是他们流量最好的角度。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角度我都拍过了，好像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而且
你没有一个主角，你就觉得拍起来很空洞，你甚至就觉得如果你想拍一些陈设的话，你拍的根本就不是家居，是陈设摄影师。那我就觉得这和我的初衷或者说和一个家居相背离很远，所以我后面就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模特，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可能是让他在我家里面拍一些照片，然后把他的照片发出去，为我博得一点流量等等等等。所以我就在小红书上去找，就有没有这种愿意拍室内的模特。那因为我是男生嘛，所以说如果你要邀请一个女生来你家，而且你都没有见过面，而且就你都没有任何的拍人像的作品集，你就是觉得很奇怪，别人肯定会很有戒心，对吧？所以我就会去看那有男生愿意，我就把对方约来了。这是我拍人像的起点，基本上就去年4月份的时候。结果对方来的时候把我惊到了，对方是一个应该是临港上学的大学生，对，大学生。他来的时候不是那种一身轻松就来的，他拿了一个旅行箱过来，就那个人明显就是感觉他是和摄影师经常有合作的，所以他非常有经验。他带了好几套衣服，然后他准备了意向图，他甚至还带了一个灯，就这么专业，对，补光灯。就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摄影师需要补光灯的。反正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拍出来以后我就明显的觉得哇，这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因为我第一次拍嘛，我会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拍得很挫，可能根本就没办法出片。结果我还出了好几套，就这件事情就让我有了一些动力，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发到小红书上去，也还不错，就差不多60多赞吧。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有了下一次。其实在这之前我是有在室外拍过，就纯粹的是因为买了相机想试一下。我当时和我的朋友一人买了一个相机，我当时记得是在延安高架，我戏称那是全上海美少女最多的天桥。我和我的朋友2个大老爷们在那边的，一人拿一个相机，发现那边全部都是盛装出席的美少女，会有那种摄影师，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助理，还有那种什么反光板等等等等。然后我们2个就在那边非常害羞，然后就大概拍了可能15分钟，然后就溜了。所以第一次就在那之前拍照，其实反馈是不是那么好的，特别是对于室外拍照了，特别是在那种网红景点拍照，你很容易受到惊吓或者是打击。所以这也是第3个原因，为什么在室内开始约拍。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新手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创作环境。当然反面就是你在室内它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它需要的是你家里面可能装修要稍微的精致一点，以及你拍的那天可能阳光要稍微好一点，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对，大概是这样。我记得我第一次拍室外是在华东政法拍的，我很喜欢华东政法那个地方，因为它的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当时拍了跟我同事，他的母校是华东政法，所以他对华东政法里面的角角落落非常的熟悉。他当时是穿了一套类似于像学生装一样的，那一套很出片。然后呢，我们走到就外面，就你就直接过马路，你就在横道线上走来走去，我就给他拍最自然的那种状态。那一套是拍得非常成功的。那第2套呢，是在我另外一个同事家里面拍的，是个女生，她是单身公寓，她是有一个楼梯的，那个楼梯上面是她的卧室。当时我是带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反光板，就跟我朋友借的，带过去2个补光灯，她穿了她男朋友的衣服，我给她拍了在楼梯上的一套。然后呢，就是让她头发稍微淋湿一点，在浴室里面拍了一套，我当时是把它处理成黑白的，他也觉得很赞。这是我拍的2套。第一次认真的约拍对象又是个男大，然后你觉得很成功，这个成功跟被约拍对象的颜值有关系吗？我想说，因为那个人虽然他的约拍经验也很多，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他之前拍的片子都不好，就虽然那个时候所以你还是有点天分在身上。我觉得这可能是审美的关系吧。就我觉得那个男大是属于可能有很多想法的，比如说他会拍那种，比如说什么受伤了，然后脸上全部是血，然后拿着玫瑰花那种，战损状。对，有非常复杂的策划的，但是说实话，策划执行的并不是特别好，这是第一。那第2的话，我觉得那个男大他其实还是比较年轻，所以说对于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美，至少他的想法和我有非常多的不一样，所以他自己发出来的照片我都并不是特别喜欢。
欢。我前期的约拍全部是互免约拍嘛。什么叫互免约拍呢？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摄影师有一些经验，或者一个模特有一些经验，他是有资格收费的。那互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2个人模特和摄影师合作，我们都不要收对方的钱，我们是以练习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要打扰对方的创作自由，就这个照片拍出来，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来后期，我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后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说我后面就是按照我的方法来后期，然后我觉得拍的这一整套，其实我觉得一个照片，你的布景、你的人、你的动作，然后你的后期都 OK 了以后，然后我觉得它其实不会特别差。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当然我觉得那个南大确实，我觉得他的颜值也是在普通人以上的。就我之前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在不同的摄影小红书下面都有留言，而且每次都是说我大学生，我觉得我的颜值是小帅，能不能找你约拍？他所有的都是用的是同一套 wording， 然后在别人下面留言。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好自恋，但确实只要找对了角度，我觉得他是出片的，是好看的。对，是这样。只不过确实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到现在每一次拍的照片，每次我觉得如果还不错，我都会去问自己，到底是模特好看还是你拍的不错。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我觉得非常值得一个想要好好拍照的摄影爱好者去自问，扪心自问的事情。每个人他当然有上相和不上相，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但是他在某一个角度是非常好看的，非常上照的。最难的是要去找那个角度。是，我也发现了，我也有拍过一个男生，他的脸是非常圆，甚至他说他没睡好，有点肿，他当时这样说自己的。但是我发现他在某一个角度，他下颌线就会非常好看，就非常的凌冽的那种感觉。所以确实，就一个人，你可能拍了一套照片以后，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哪些角度是能出片的了。就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刚开始前期的时候，我可能要和一个模特合作到第2次，就是我要经历到和他后期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人哪些角度不出片。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可能你在拍照片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他哪些角度能够出片了。是的，我记得我当时跟 Jason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2个是一人带了一台单反照相机。当时呢，我们是拍风景的。后来我发现Jason 某一些角度蛮好看的，所以后面我绝大部分的照片是帮他拍的。他到现在还说求求你帮我拍得很不错。他说以后再也没有人给他拍过这么好看的照片了。那就请对古斯给他拍一下。我觉得可以，我得去问问他。可以。那你能想象，假如说你第一个约拍对象不是这位男的，而是一个不太好拍的人的话，你这个爱好还会进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吗？其实我在南达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像之前说的延安高架的那一次，那就是不太成功的。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不好拍有好几种，就一种是可能这个模特自己的条件不怎么样，那第二种的话可能是你没有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或者是说你和那个模特的沟通是不畅快的。就我有过那种前期先拍了可能10多张，然后模特看了一下我拍的照片，沉默了半分钟的那种，但是拍出来还不错了。但就是说有些模特很难聊，完全不给你情绪价值，这是第二种。但是我觉得最难的，而且我觉得我不会去和这种人合作的是那种有颜值焦虑的人。你生活中一定会有一种人，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非常不上相，然后非常的没自信，他可能都没有拍出过1、2张让自己觉得满意的照片，或者是说他拍了，但所有的照片都是同样的角度，同样的嘟嘴的方式等等等等。就我发现有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一般他去找摄影师合作的时候，他是没有目标的，他就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老板，你做什么他都不满意，他等着的是一个有魔法的人，然后去拍出一套让他亮眼的照片，但是他自己是没有预期的。所以说你和这种人拍照，结果就是你拍了一张照片，即使你找了一个还不错的角度，他会觉得我不后期就这个样子，我好难受。但如果是说你真的后期了，他就会说果然我需要后期才能变成这个样子，也很难受。就你会非常的里外不是人。所以说我后面去约拍的时候，如果我发现对方有这样的迹象，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拍出过你觉得还不错的照片，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有颜值焦虑，用这种方法来去识别一个人，然后去杜绝这样的人。这种人真的是非常打击摄影师的，我想说。可是你怎么杜绝呢？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但是你后面发现他是这样的人，你怎么办呢？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是这样的，就如果我遇到会让我觉得内耗的工作、内耗的社交场合或者内耗的需求，我是一定会拒绝的。
就我不会让自己难受，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人的话，我可能会找他收费，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过滤一下，如果他愿意的话，那拍一下未尝不可但如果是朋友的话，你发现他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了，那我可能就会说我们两个可能不是特别搭，就为了我们之后还能做朋友，我觉得我们先不拍吧。还有一种人是我记得我之前还拍过另外一种人，也是没有拍成的，就之前找到我，他给我 reference 全部是那种科技与很活的照片，就比如说什么站在一个类似于特别奇怪的景点，然后拍出一个有视觉偏差的照片，或者是那种什么明白了，有什么彩虹灯带，然后或者是 P 出一个胸口有一个什么什么，就是那种非常夸张的，或者是那种创意摄影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拍，我就觉得这可能不太适合，因为发现虽然这听起来很像是在讲别人的坏话，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对摄影的要求和他平时的需求是一样的，就比如那个人他是一个类似于自由职业者嘛，他一直在寻求一些类似于合作呀，或者是说新的一些创业机会啊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他在生活中就是经常会去说我有某个资源，我有某个创意，我有某个项目的人，那他给到我的reference 也全部都是那种科技很活的，或者是那种需要一整个工作室来支持的创业型的东西，你会发现至少我自己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脚踏实地 down to earth 的人，我觉得这其实和他的性格可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吧。球球，你有过给陌生人这种约拍的经历吗？你说的你的拍摄对象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一起出去玩的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人我才会的，因为可能我是女生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过约拍的这种经验，我也不太敢，因为即便是女生，我也不知道说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喜好，或者就是说我拍出来东西他是不是满意这样子。对，古斯，你一开始在小红书上找人约的时候，你不怕遇到奇奇怪怪的人吗？说实话，第一个男生当时我有一点担心的，就特别是他那套同样的话术，然后复制到不同人的小红书上面的时候，就说自己小帅，而且还有那种什么拿着玫瑰花流血的照片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的，但结果我觉得还蛮好的，我觉得还蛮正常的，所以说会让我有了下一次。然后之后我就会在小红书上去找一些模特，而且很多都是那种自己也当摄影师的模特，或者是说是自己和很多摄影师合作过的模特，我是会有一些挑选的。当然还有些人也会很奇怪，那种类似于比如说我发了一套照片，然后有个看起来头像的老阿姨，然后说星期六下午在哪个地方帮我拍一套，那种我就直接不会回他。对，老阿姨要给你钱的哦。是，还有一些人很奇怪，因为我都发的是别人的照片嘛，但可能有些人会以为我发的模特就是我自己，然后就给我短信轰炸，就会说什么哥哥能不能认识一下你，就是那种每天就短信骚扰，然后长篇大论，哥哥你为什么不加我，好吓人啊。就各种各样奇怪的人。你是约他们到家里面来拍吗？是的。当然你可能胆子比较大，就是之前我们聊恐怖片的时候，你也是胆子比较大的那种，但毕竟是邀请陌生人来到你的家里，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害怕家庭住址被陌生人知道这类事情。即便你可以通过他的小红书账号大概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始终不知道他现实生活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小红书上不是还有那种盗用别人照片的吗？ Jason 被杀猪盘就是那个人给他发的所有的一切生活的基本的那些照片和视频全部都是盗用别人的。这个我觉得分几个点吧。那第一的话就是我确实会有邀请陌生人来我家聚会的经历，就比如说我搞听歌会，其实也完全都是陌生人，所以我可能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些预期的。其次的话，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找一个人约拍，前期的沟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当然就是说我其实可能我到目前为止约拍了可能20多次吧，有一半他可能都是我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但总的来说你要去和一个人约拍，其实是需要对方有一些准备的。比如说你首先需要知道对方他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照片，他拍过什么样的照片，那第一就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发给你的。那第二，你要让他找 reference， 或者你和他去找 reference。那些图谋不轨人，他可能都说不出类似的话，什么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是因为我怎么样，我可能要带点什么道具过来之类的，他可能不会有这种沟通，或者是说他想要去做这样的沟通，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沟通的很像是一个想要被约拍的人。那第三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交流，就你愿意拍这样的照片吗？你能摆出这样的姿势吗？我可能会去沟通，我也会去观察对方的反应。那第四的话就是我也会去和对方有一些承诺，就比如说
我们拍出来的照片，你要艾特我，我要艾特你，我们两个都可以发小红书，但是我是要发小红书的，因为这是我约拍的原因，以及在我家拍照不能脱裤子。就你可以脱上衣，但不能脱裤子，这都是我的一些要求，那都是要先全部都说好了，那才会有约拍。为什么会想到不能脱裤子这一条规矩呢？因为很多约拍，特别是男生的约拍，特别是这个圈子的约拍，他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会去做一些这种大尺度的事情的，有一些可能就自己是觉得愿意欣赏自己的身材，那还有些人他其实就是为了去有流量嘛。虽然说小红书确实是不能够去拍不穿裤子的片子的，但是我不知道有些人怎么拍出来的，确实是有的，这种确实是很有流量的。等一下，我想确认一下，不穿裤子是指的是不穿外裤，还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穿的不穿裤子？不穿外裤，不穿外裤。哦，小红书是不允许发不穿外裤的是吗？就不穿外裤的，或者是露乳头的，可能露内裤边的都是不行的。哦，太好了，原来还有这样的规则。然后都没有留意。有一些可能拍脚底的可能都不行，但就它的审核非常的玄学。就我一开始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也成为了流量的奴隶。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做播客其实是一个大力出奇迹，或者是说我要好好准备，然后呕出一期来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的收听量多不多，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但我做小红书其实我就是为了去涨粉，我就是为了去成博主，所以说我是希望有流量的。所以我一开始也会去就有些模特也教我怎么样去可以擦一些边，我曾经也去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确实流量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发了一套照片，然后我到公司的时候就已经100赞了，然后下午回家的时候就已经500赞了，我当时觉得我要火了，就这种感觉。是怎么擦的？就拍白袜，拍什么？白色的袜子。是的，但后面就放弃了，就没有再刻意这样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好像不像是摄影，而且特别是我后期拍摄的时候，在自己家里面拍多了以后，依然会遇到那个问题，那就是你审美疲劳了，你觉得你就是那几个角度，你拍来拍去都是那个样子，你遇到了瓶颈。后面我有个女生朋友，她也是很喜欢拍照的，我之前曾经也给她拍过。然后他也经常会去和一些摄影师合作，他就邀请了一个摄影师，问能不能在我家拍，我非常乐意，因为我想要去看一下别人拍能拍成什么样子。而且那个摄影师我在初期的时候我是收藏过他的照片的，说白了就是我是看了他的作品长大的那种感觉，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认可的。后面他来我家拍了以后，确实我觉得人家拍的比我好很多。后面当天晚上嘛，拍完了以后就一起去吃火锅，对方才知道原来我也在拍照，然后我们就在交流，然后就比如说遇到的什么奇葩客户啊，然后怎么拍啊，后期修图难不难啊，然后都是要用业余时间拍照啊，等等等等。就有了这样的交流以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啊，然后就觉得你就发现人家拍的东西你绝对是拍不出来的，你就会有一个不能说的攀比心，但是有一种想要变得更好的一种意愿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我的大部分的那些擦边的照片全部都清理掉了，然后开始对于自己拍照有一些追求。再包括我有个群，有几个玩的比较好或者聊得比较开心的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来了上海，他们也在上海拍照，我也拍了几张，也是后面就大家一起吃饭，也是有交流，就很开心。然后也是就他们也聊到他们喜欢哪个摄影师，不喜欢哪个摄影师，他们遭遇瓶颈的时刻，然后他们最喜欢拍的一套照片等等等等。就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真的会让自己觉得很滋养，或者是说让你真的是在那个时刻才开始对于拍照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了一些兴趣。所以我可以说可能是在去年10月份在遇到那个我的朋友带着一个摄影师来我家拍照之前，我拍照可能都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兴趣，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是你在沉迷于小红书的流量游戏，你在为它打工，你在向着一个一个的目标在流量或者数据目标，然后再去工作。但是在那之后我觉得会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我好像更愿意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就我后面就非常的知道小红书可能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照片，但我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去发这些照片，就甚至有些照片我觉得拍得不错的，然后结果发出来就20-30赞，我也 OK。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了，而且我后面看到了小红书上很多拍的真正的很好的摄影师，
他拍出来的点赞也不多，包括那个被带到我家来的摄影师，当时我的粉丝是1500，然后对方的粉丝数量可能只有我的一半，但他拍的比我好很多很多，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好像放下了对于流量的执念，包括现在我可能已经有了1800多粉，我觉得我已经够了，就我以后一直的这样发下去，我每周发2到3套，那有点赞有粉丝那就有，没有的话那我就一直发下去，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的，所以这大概就是我拍摄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变化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他拍的照片跟你拍的照片为什么会有那么明显的好与不好的区别？我也不能说他拍的照片就完全碾压我，因为他毕竟对我家没有那么熟，可能第一次在真实的人的家里面拍，所以他可能对于那些布景或者是说有一些杂物他并没有那么讲究，但我觉得他拍的是比我好的。再包括我曾经还特别喜欢把我拍过的模特介绍给一些拍得好的摄影师，我也在观察，我就发现就所谓的糖水片是什么呢？就是我拍的对方都是那种特别四平八稳的，没有太多透视的，然后可能甚至都是那些大光圈的，然后比较近的大头照等等等，要不然就是全景。但他们不是的，首先他们会用光，那其次的话他们拍的是流动的。就我记得有一个摄影师他拍了一组在地铁里面的照片，就如果是我拍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象，那无非就是找几个不同的背景，然后就拍对方的半身或者全身呗。他不是的，他会去拍对方从楼梯上面走下来，背了一个包，然后看手表，就是有剧情，然后有角度，有空间感，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还蛮不一样的。对，因为我比较喜欢拍摄影，所以呢，我会去看很多新闻照片。你去看，就是摄影师的眼光和我们一般的人的眼光看到同样一个东西，你能感觉得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在动，它就是会触摸，就是那个光那个影，它会触动你心灵当中最柔软的那个点，这个就是好的。我记得我当时刚刚买照相机的时候，我跟着我一个朋友出去拍，他就跟我说了一段让我非常触动的话。他说他觉得一个良心很好的人，他拍出来的照片就是能够让他感觉得到，他能够感触到的那种善良。这句话其实到现在都还很影响我。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除了要去拍照，要去前期，要去后期，你如何去认识一张照片，或者说你的审美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会决定你拍出什么样的照片。然后我记得过程中我就会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就是我家的一个摄影师，我就会发现这个的照片怎么又香又臭的。就所谓的香，就是你会发现它完全是平面杂志的那种审美，就是外模穿得非常的时尚，然后在很好的布景或者是影棚里面拍，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拍的片子怎么这么挫啊，就觉得他怎么像这个色弱一样，就有问题的。我就一直在研究他的朋友圈，我就混乱了，我就觉得难道是我的审美水平有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拍的又好又差？难道是其实那些差的其实也很好，只是我的水平我识别不出来？后面我就去和就是我的那些朋友讨论，后面他们就告诉我说，那是因为这个人他应该是在摄影圈混的，就是他是一个摄影工作者，他有些照片是他们的工作室拍的，那还有一些照片是他们工作室在拍的时候他在旁边蹭拍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自己在业余生活中的街拍，所以说你会发现他的差别非常的大，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点吧，反正就经常会有这种很有趣的讨论。你拍摄的对象都是男生嘛？就像刚刚那个小帅一样，他拍那么多照片是做什么用？他就是发小红书，会有几种人啊，就有一种就是单纯的是记录，就觉得想要记录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长相，这种人还是蛮多的。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想要成为网红，就会有一些大学生，可能还是很好的大学的大学生，他们就觉得未来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好的工作都不是一件特别确定的事情，所以说他们希望去运营一个账号，而且还运营的不错，他们也很喜欢找摄影师。那第三种人的话是直男比较多，而且他们大多会愿意付费，那就是他们找我拍照片是为了去相亲找对象。而且非常好玩，我就第一次遇到一个这样的付费的小哥，他就是说他自己很不上相，我觉得能怎么不上相？之后看到他的真的样子，怎么说呢？我觉得就长得有点像杨蒙恩，就是那个说脱口秀的杨蒙恩。
但是他一旦真正的开始拍照，就非常的像徐志胜，就是这样的差别。不是，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表情非常的僵硬，然后可能还会选一些非常不适合的发型，或者是一些非常不合适的时机，就真的就是这样的差别。我懂。而且他找到我的时候是说他刚刚回国，他在美国好像读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他回国好像是为了去接他老爸老妈的班，他老爸老妈有个公司，然后让他去运转。然后他说我现在要去找女朋友了，我有一个相亲网站的红娘，他让我提供一些照片，我觉得我的照片都不太行，所以我来找你帮我拍一套。我当时就首先原来你们还是需要红娘的，第二你找我拍，你确定能找得到女朋友吗？找个男朋友。我又很在意这件事情，后面他来找我拍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可能会选一些不是太娘的角度，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就也不是很注意，我说你把你的脚收起来，你不要用脚底对着我，等等等等，就我会很注意的去让别人不要对他的性取向产生怀疑。那这个拍出来至少达到了杨蒙恩的效果吧。对，我刚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从你拍的照片当中是可以分辨是直男还是弯的吗？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直男的照片都没有发出来，有一些因为这是个人的隐私，所以说我也不会告诉你谁是谁不是，你们自己猜一猜就好了。但是你们都有。不过古斯你不要说，我是有过当模特的经验，就那一次我去了西藏，我看到很多人穿藏族的衣服，非常好看，正好是在拉萨那边休整，所以呢，我就是去预定了一个拍摄，因为我一直是拍别人的，但是人家给我拍的时候，我自己看照片都觉得自己非常僵硬，我没有办法舒展。在拉萨当地的这些摄影师很多，它就像流水线一样的在这个门这边，你就是做这个动作，你要坐下来，你的眼睛朝我看，他对任何一个人说话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因为模特不一样，每个人对这个动作的理解不一样，他的眼神，他的头部动作都不一样，所以拍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我拍出来整个人是非常僵的，但衣服是很好看，所以这个衣服的美丽盖过了我自己本身。但是正面我就觉得自己应该长得蛮好看的，但是他给我拍的非常丑，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吧？我经常会遇到，而且对于可能直男来说，他更容易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僵硬。因为很多人拍照片可能会找一张 reference 然后丢给对方说你照着这个动作摆，但实际上这样的执行它是不是特别现实的，因为照片里面那个模特他能摆这样的姿势，但是你现场这个模特他不一定能够摆出这样的姿势，或者是说他很不自然。我之前有过一个没有当模特经历的小哥，但是他就很能摆这样的姿势，他说他是因为他是跳舞的，所以他非常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且他还健身，所以说他能够去很好的控制。那我也和那种就是半专业的模特合作过，那种就真的是超级全自动，就怎么拍怎么都好。那对于这种比较僵硬的人呢，特别是我的付费的用户比较多，我一般就会叫他们动起来，或者是叫他们带入到一个情境，就比如说你走起来，你转个身，你呼吸一下，你看一看那个镜子，你拿出这本书，你读里面的第3排字，可能就会给他们布置这样的一个小任务。那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完全放松下来。就像球球刚刚说如果模特拍出来的照片对方觉得好看，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但到现在我觉得如果不是付费的照片的话，我已经没有那么在意模特的反馈了，因为人他更多的会去在意自己我好不好看。我遇到的大部分情况下模特和摄影师的偏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没有那么去在意他们的想法，他们如果喜欢他们自己去 P， 他们自己去选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会更加在意其他的摄影师或者摄影爱好者的一些评价，这可能对于我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确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照片的评价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人们一起出去玩，然后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农村的乡下，有那个芦苇荡，然后有枯草。因为我妈妈是特别喜欢随时拿着手机对我们全家拍的，我们虽然都很讨厌，但是后来我在我妈妈的镜头里边看到的就是有一种，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导演喜欢拍乡村电影，因为它就是一种天然的镜头美学。但是我跟我妹就很好笑，我觉得我妈妈拍的我妹非常好，我妹觉得我妈拍的我非常好，反正我们俩看自己的照片都不好。现在我跟我家人出去，我掌握了一个诀窍，就但凡我要拍照片，要不我跟他们说你不要拍，要拍我一定要戴墨镜。我觉得一个墨镜遮3丑，就是不管你是
白眼、斜眼或者闭眼，你墨镜完全遮掉。所以呢，像我妈妈让我给她拍照片，我就跟她说你把墨镜戴起来，她也不会逼我给她拍的不好。而且墨镜对光线啊对什么的要求都不高，哪怕你太阳很厉害，你眼睛闭着，你拍出来都是一张非常完整的照片。有道理。是，而且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开始拍照了以后，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生活上的福利，那就是给家人拍照。在去年的时候，我的表妹结婚，我就回了一趟老家，在她结婚的时候我就拍了很多照片，包括回去看到我那些什么姨妈姨父之类的，其实都老了，然后那些小侄女什么都长大了。在结婚那几天，我一直在帮他们拍照片。其实我和我的家人之间就那个家族之间是有距离的，毕竟你是一个在大城市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的男的。但在我走之前，我就把那个照片发到了群里面，我就说我也不是经常回来，然后可能平时的接触也不是很多，但我给大家拍了一个照片，然后记录一下，就大家都很开心。再包括像自己的父母现在年纪也大了，其实很多时候年纪大了的父母他们是不是那么愿意去拍照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以前的自己老了很多。但至少就我给他们拍的很多照片还不错，甚至他们自己会拿他们出去玩的照片然后让我来给他们后期。所以就自从我开始拍照以后，我觉得我父母拍照的频率也变多了，确实留下来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照片，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对的，因为像我曾经有一度是我们足球队的摄影师，就他们出去比赛什么的都是我拍照的。那拍出来有一张照片，我记得是当时我们那个守门员他就是凌空就是去扑球的那个照片，就是一个把球拍出去的那个瞬间我拍到了，他那个侧脸就是头发都飘起来，因为我是蹲着拍的，所以看起来他飞得非常高，比球门都要高。他这张照片真的是人生的照片，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觉得挺自豪的。是的，在我拍人像之前，其实我是有拿着一个之前的老单反出去尝试的扫街的。我是在确定了自己开始能拍人像，而且拍的还有一些动力以后，我才买的新的相机。然后在我扫街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你拿着一台相机出去的时候，它能够去增加你的观察力。我记得当时我去那个西岸滨江那边去拍照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小孩在那边在攀岩，有一个小孩就攀得特别快，而且下面就一群大人就在叫嘛，好厉害好厉害。那个小孩就迅速的爬到了那个攀岩的顶端，就站在了那个台上，然后他又坐在了那个台上，然后他在看下面。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自豪的君王，我就把这张照片拍下来了。还有当时还有很多小孩在滑旱冰，我记得我就看到当时有一个小孩他没有旱冰鞋，然后他就非常的羡慕的看着那些其他的人。还有一个小孩他的旱冰鞋坏了，然后他就在那边，然后他的爸爸在帮他一起去修理那个旱冰鞋，然后你就发现他好急啊，那个场景就好紧张好焦灼呀，我都把这些场景拍下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是的，就是那种当事人觉得不经意的那种瞬间，但是你能够把镜头给它记下来，这是非常棒的一种感觉。我给你们看，我现在拍的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在尼泊尔的小学里面拍的，这张是我最满意的照片，我会把它发到 show notes 里面去。我看到了，蛮好的。对，这一张是当时我在尼泊尔受邀参观他们的小学，然后当时是4年级的小学生，我跟杰森2个人给他们上好课以后，他们给我们送别的时候我抓拍的。这张照片后来因为当时没觉得这张照片怎么好，后来回来的时候在整理照片，觉得这张照片非常棒。所以我问一下，你现在是主要以人像为主，那会不会去拍一些这种风景照啊，或者是之前一些静物啊那种微距的那种照片作为一种练习呢？首先如果是拍就是微焦的这种的话，它其实需要专门的镜头，那种确实是没有的。第二的话，风景的话，你会发现它需要风景，但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出去的人，就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蛮宅的人，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多这样的条件。包括拍风景可能会更多的会去用一些长焦之类去拍什么山啊水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可能我也没有那么适配的镜头。但如果是说未来要去旅行的话，我可能会考虑。那第三的话，其实会涉及到相机的选择。那我自己是一个肩颈非常不好，有严重颈椎病的人，所以说我从选相机开始，我就一定要选最轻的相机。那选镜头，我也要选比较轻的镜头。所以说，如果是说
让我去比如说爬一个山啊，然后你要去背着一个长枪短炮的上去，它可能会对我来说比较难。我甚至第一次拍完照片和第二次拍完照片，拍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头痛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风光摄影，它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会尝试吧，但我觉得极有可能就第一次尝试以后就觉得很难受，然后就不会去试了。因为在北京很多公园里头都会有大爷大妈在拍摄拍花或者是拍鸟，因为李现不是经常被拍到他去愚园潭公园去打鸟嘛，那些大妈对着那个花，然后自己拿着一个小喷壶喷一喷，然后就他那么长的镜头就一下午就对着那几朵花拍，他在拍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如果是拍人物其实很好理解，但是这种他们到底是在拍什么呢？就用那么贵的设备在追求什么呢？就几个小时对着那一朵花。对于小八这个问题，一般人听歌可能也就听个响，或者有自己喜欢的乐队。那对于那些大叔买了几万块钱甚至10多万块钱的音响去听蔡琴的渡口，你觉得他们在听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就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果当你一味去沉迷于这种参数，当你沉迷于器材的好坏，当你沉迷于一天到晚就去看什么这个东西锐不锐，这个东西清晰不清晰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它和创作可能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初学者吧，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甚至是说还有那种器材党，就我之前有去过线下和他们交流，甚至去尝试着报过班，然后我发现那种线下会有那种一个口袋里面掏出3-5个相机来的这种人非常的吓人。是，但我觉得他们拍的也很一般，我就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消费主义吧，就我有了特别多的相机，然后我有了特别好的参数，就我可能最后我也不干啥，我就是拿这个相机去拍一个碟子，拍一枝花，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沉迷于它的参数，它的处理有多么的精妙。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已经和摄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你摄影刚刚进这个门的时候一定是设备党的，因为你只有用过了很多设备以后，你可能才知道说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你喜欢的这个相机是什么样的参数。但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它是那样的，你想啊，他想要拍出一朵花很漂亮，我也知道有光和影的结合，就是大妈们为了拍出那个花上的露水，然后拿个水喷壶在那儿喷，然后他这个不是真实的露水，而且你想他对着一朵花他拍了3小时，他那个光和影在这3小时之间能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和多大的提升呢？我是觉得他有一点点魔怔。而且我觉得这种人他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还有一半的人，或者是说如果他们不拍这个花，他们可能就不拍什么东西了。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去研究摄影，我说我们都学习一下，我们一起成长。然后他买了一个富士，我买了一个索尼，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各种搞东搞西，然后他就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镜头，然后最后我说你先别买，你先拍出几套来，然后他就在研究，但是我就觉得他陷入了一种消费主义。然后最后过了1年多了，他也就拍了2套，在朋友的婚礼上拍了1套，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拍了1套，那拍出来的照片可能和手机也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就这样的，就为什么这些相机它一直在去把这些参数搞得越来越好，一方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专业需求，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吃准了有些人可能他就沉迷于这个东西，我有这种感觉啊。的确是就我不觉得拍花有什么不好，拍花也能拍出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就是指望着去拍那一点点东西，而不愿意去探索一下其他的主题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性，而且你所沉迷的东西是在于这个设备拍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好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和创作已经没太大关系了。有道理。对，所以人物拍摄可能还是会让大家觉得比较有趣嘛，因为刚刚更多的是你是跟人有关系，跟人打交道。那么古斯你毕竟是在网上约拍的，除了刚才我们知道的这些人物之外，你有遇到什么特别好玩的或者特别让你糟心的人吗？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小哥也是可能是直男吧，可能吧，然后他找到我，他也是说让我去给他拍一套人像，他用来找女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找一些你想拍的照片给我吧。然后他就找了一张刘昊然的饭拍图。所谓饭拍图就是那种在很糟的灯光下面抓拍的，然后被粉丝用特别扭曲的滤镜搞得特别帅的照片。
然后他说老师你就照着这个拍吧，我觉得我的建模扛得住。结果后面他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我觉得他和刘昊然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觉得他也不适合拍这样的照片，最后就没有拍成。这是好笑的，那也有很糟心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和一个大学生合作过，他是一个直男，他应该是想要当网红。我是看这个人是有可塑性的，我就问他你要不要约拍？他说哥我不拍这种的。我在想是哪种，然后就没有了下文。我就觉得好，那就 OK， 就到这里吧。之后他每周就来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约拍，老师我们约拍吧，老师约拍吧。然后正好那一段时间我也比较闲，那就我也缺了一点作品，那我就去和他约拍了。约拍的时候其实还不错，就之前我一直有和他去做我那些前面的声明，就比如说我们不要互相打扰创作，我们要互相来 at 对方等等等等，他都 OK 了才出来的。然后拍了以后觉得也还行，然后到临走的时候他说老师这些照片能不能我先修完你再修。我当时就觉得不太行，而且因为我是要导到 Lightroom 里面去调色的嘛，不是在 PS 里面调色，所以说他给的我的照片它一定是 JPG 的，那我就没有办法调色了。那所以说我之后就先调了色，然后也先精了修，就调色精修，我是2套。所谓调色就是没有修脸的，我2套还有原片全部都给了他了，然后他也觉得还不错，就很客气嘛。然后之后发照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人他没有 at 我，因为我一直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摄影师和模特都发同一套照片的话，可能会被判抄袭。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做法是互相 at 对方，然后照片错开来，你发了这一张，那我可能3个月以后再发这一张，那应该就不会有问题。而且我是非常在意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是每周都要发照片的，所以我需要有足够的照片来发，所以我对于这些素材是蛮注意的。他没有 at 我，然后他说那是因为我最近发现小红书的流量很怪了，没关系，我之后会 at 你了，你不要担心，我之后会删掉全部 at 你的。他到现在还没有 at 我，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最后我 P 出来的照片我发了以后他不满意，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些照片删了，或者是说我 P 完你再发。我当时就觉得你的那些照片我真的很看不上啊，就调色很糟糕，修容非常糟糕。那如果我把这样的照片发到我的小红书上去，小红书至少也可以算是我的作品集吧，虽然是一个自己正在成长的作品集，但别人就看这个人怎么液化的这么奇怪，怎么连修容都不会修，面部平整度都不拉，然后痘痘还放到那个地方。虽然有人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但如果是我把照片放在上面的话，别人会觉得这个摄影师在这方面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讲究，所以我没有同意。那最后就聊得非常不开心，然后最后就说好，那这些照片我全部送你，你的照片之后我一张都不发了，就这样了。然后他到现在也一直在发我的照片，然后好像流量也还不错，但我就觉得就很不开心。因为不开心并不是说他不许你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他出尔反尔，他怎么会这么的不守信用？可能是因为对方是大学生吧，对于这种契约精神可能也没有那么了解，就对于这种什么比如说我们做项目什么叫筹划收在前面这种事情，可能他没有那么在意。所以这就是我经历过的目前为止最不开心的事情。我看你的照片有不少是有那种拍过好几次的人，这些也都是在网上约的吗？是，有一些是因为同一套照片同一次可能拍了2组然后分开发的，但确实有一些模特是回国的。其实大部分的模特还是有回国意愿的，只是说排不过来排期而已，因为大部分合作都还蛮开心的。他会拍不同风格的，对吧？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是风格，在我的印象当中，要不就是家居，要不就是职业，要不就是户外的那一种。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懂，就是男生的风格可以有什么样的转换。首先我觉得这蛮问到点上的，就我拍了1年的男生，我之前也拍过1-2次女生嘛，或者说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图。我本质上觉得男生对于摄影，无论他是直的还是弯的，他没有像女生那么去愿意付出，就没有那么的去在意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妆容，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策划，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地或者场合去用一套什么样的方式去拍。我觉得女生对于这方面来说会注意很多，但男生在这方面的配合度或者配合意愿并没有那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后想要去拍女生的原因。那第二的话是
男生拍的话，其实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了，比如说什么古风，然后比如说家居，比如说运动，比如说职场，这只是大的门类，可能还会有这种什么情绪风啊，然后什么日式胶片风啊，什么美式啊，等等等等。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在四处探索，看什么都喜欢，都想学一学的过程，所以你会发现我拍家居一开始好像还蛮固化的，但现在好像开始尝试不一样的风格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幸福的阶段，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摄影师比较成熟了以后，就他会分几种，就有一种摄影师是你觉得他拍得非常好，但他只是在那一种领域里面拍得好，他只要去超出了这个领域，他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那还有一些的话可能就已经完全固化了，就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拍其他的了。我现在还属于什么样的都愿意去试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美好的过程。对，因为我看到我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喜欢拍照，她们如果去摄影棚或者去拍写真集，会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女生拍照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有反差感，就比如说我平时在生活当中，我是给人家感觉就是我是一个乖乖女，但是她拍一套照片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抽烟黑白白衬衫那种很 sexy 的那种风格，这种反差感特别厉害。我不知道男生去约拍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要一种就是跟生活当中有反差感的那种风格。首先我猜你之前说的那些可能是影棚会的工作室吧，所以说那些服化道可能都是工作室提供的，但如果是说去小付费或者是互免的话，那这些东西都要是去自己或者模特去彼此承担的。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多人，至少在男生这一部分里面可能没有太多人愿意去付出，有但不多。再如果是说你想拍一些和生活有明显距离的场地的话，你可能需要去搞一个民宿，那这个钱可能就更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能够去用家机去吸引人的方式，那些人想要去拍一个还不错的布景，然后他有一个免费的场地，这也是一开始他们找到我的原因。那第二的话是对于男生，我觉得想拍反差感吗？我觉得会有几种。第一种的话就是我想拍一套某种模式的，比如说古风的，然后比如说什么醉酒职场的，然后比如说什么中国风的，比如说正装的，会有。但你说真的有那种就是像女生那么砖头密缝的，我就要这个风格，我真的研究得很好，至少在我目前约到的模特里面不多。那男生摄影会对服化道你这边会有提供吗？还是他们自己带的？我遇到的好几个模特他们都会带一个旅行箱过来，但我会发现一般来说啊，就长得越好看的人，他们对这方面可能要求越低，是因为他们的心态不一样。就如果是就是长相平平的人，他们会觉得我自己是在和摄影师共同的去做创作，而且我可能对自己的颜值没有那么的有信心，我更多的是要去通过这一整套东西来达成一个故事性的主题。但很多长得好看的人，他可能更多的，说的不好听一点，可能就更自恋一点，可能就是你来欣赏我的美貌就好。甚至是说你会发现他们连拍照的动作都会相对的比较固定，他们甚至会直接说出我觉得我这个角度最帅，这样非常直接的话。所以说他们的可塑性反而不是特别的高。那所以说这就到了一个拍照的成就感的事情上。虽然确实我觉得拍得好看的人当然会有那种更加专业的，就是说人家也长得很好看，而且人家也很愿意配合，但其实我拍他的成就感并没有那么的高。反而对于一些比较平平的人来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男生找我拍照，他给了我很多他之前拍过的，我发现他的所有照片全部穿的是同一套衣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预算，虽然我也没收他钱。然后其实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说我昨天就是睡得比较晚，脸有点肿，然后这几天长了痘痘，确实是的。那后面就确实找到了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比较凌冽的比较好看的角度，拍出来真的是一套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照片。我记得还有一个模特是我觉得好丧啊，就这个人我觉得他的和人的社交是有问题的，就无论是和他聊微信的前期沟通，他就几个字就这种信息量，就让我觉得好难聊啊。但是他确实和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摄影师合作过，所以我觉得条件也还可以，就约拍了。约拍的现场中那个人完全不给你任何的情绪价值，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
非常自闭的人，搞得我当时很紧张。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抓住了他那个气质，就变成了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小自闭，有一点小青春的，有一点情绪的那种照片。诶，他在我家里面好像有点若有所思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拍得还不错，我觉得我好像抓住了他那个气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成就感的来源。那是什么呢？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比如说我的播客，我的播客里面你会发现我说话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可能会别人就说你说的有点矫情，然后你说话很慢，话有点夹，然后甚至是尝试着故意的去做一些深刻的东西，但就很多人都说我平时不是这样的，就我是一个可能会更加活泼的，然后更加搞笑的人，说话也更加直接的人。但你觉得那个播客是我在装吗？我觉得不是的。我在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自己的一个部分，那我要把它记录在这个播客里面。那我觉得我给那2个人拍照片，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我拍的那些照片并不是我深造出来的，并不是在欺骗谁，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瞬间，这些瞬间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很满意。我觉得这是去拍这些人，我觉得成就感的一个非常大的来源。关于摄影师和模特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无论是看娱乐杂志也好，还是去看一些什么八卦也好，模特跟摄影师之间其实是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的嘛。你在拍这些人的时候有类似的经历吗？或者你会有类似的顾虑吗？好像还好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对象的。这样就或者是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介绍的他自己的对象，或者是有一些就知道他是有对象的，或者是那些模特我偶尔都会问一下，所以只要他们的对象不介意自己的对象来我家拍照，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更别说什么化学反应了。但是当你拿着一个镜头那么认真的对着这个人，那么认真的去观察他的细节的时候，你所能看到的东西应该是会比我们正常人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会把细节放大。那这样的话，他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反应吗？我觉得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相反。我之前有给一个我觉得长得还蛮好看的人拍照，然后之后我给他修了很多图，我就这样说吧，我觉得我修到后面我看到他的脸我就会想吐。真的就看太多了，然后你每一张角度你都是在修他那几个缺点，你甚至会发现他这个角度怎么还有个鼻毛会伸出来。这是一个缓慢的坍塌的过程，这不是一个越来越爱上他的过程。包括很多人都会觉得拍照会不会发生什么，拍照真的还蛮累的。而且如果你想和这个人继续合作下去，你最好不要搞东搞西。那我们从那些杂志上看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或者电视剧里演的都是假的吗？我觉得会有吧，会有些人就是以自己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身份，然后去寻求某些福利，会有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圈子会更多，而且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拍照，就是因为他们专门在做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至少我现在不想去做这样的事情。